中国国民党2号下午举行造势活动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致辞时呼吁，为了台湾在国际间安身立命，一定要有9·2共识，让海峡不会发生战争。将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的侯友宜称赞马英九是两岸和平的代言者，称会继续国民党原有的政策、原有的方向。这被岛内媒体解读为是变相承认9·2共识。此前，侯友宜请来马英九的核心幕僚金溥聪为选战操盘，接着又在7月1号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同框，蓝营大团结露出曙光。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2号举办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代候选人造势大会，侯友宜及台北市选区的民代参选人赖士葆、王宏威等与会，马英九、朱立伦、郝龙斌应邀出席，展现蓝营团结气势。马英九在致辞时就表示，民进党在台湾执政7年，完全没办法获得民心，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，无论是民生、外事、经济、两岸关系都明显倒退，能源政策没有结果，多次缺电、断电，暴力犯罪及诈骗大增，这样的当局令人无法忍受。马英九还痛批，民进党性骚扰案层出不穷，爆出一连串不伦恋，连防疫指挥官外遇生女，不仅没有辞职，还可以升官，简直成了一个桃花党。对于两岸关系，马英九表示，蔡英文提出的所谓大陆与台湾互不隶属的两国论，明显违反台湾现行限制性规定。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个地区，不是两个国家英雄战危的结果，应该废弃。马英九指出，台湾想要安身立命，一定要有9·2共识，让两岸不会发生战争。我们说9·2共识不是乱讲的，是真正有用的，真正能够让我们在国际上走出去的。我们跟大陆的关系在一个中国底下两个地区，不是两个国家。侯友宜就回应，没有和平安全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中国国民党要扛起责任，让两岸和平繁荣永续走下去，这要靠大家团结一致。我有责任扛起两岸的稳定，我会继续国民党原有的政策、原有的方向。和平永远是我们最佳的选项，是我们这一次选举最重要的主轴。今年的选举，和平跟战争代表着这是一个选择。侯友宜日前表示，两岸就像一家人。此前他也曾经表示过反对台独，讲过两岸同文同种。对此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6月28号曾回应称，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坚持9·2共识、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，增进两党政治互信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取得丰硕成果。希望岛内各界与我们相向而行，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·2共识，加强对话交流，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。虽然侯友宜此次依旧未提9·2共识4个字，但强调会遵循国民党和马英九的政策，也被岛内媒体解读为是变相承认9·2共识。国民党的传统2大论述的基柱，一个就是两岸问题，另外一个就是核电问题，而这2个呢，侯友宜都没有算积极表态。所以面对马英九，他就告诉你9·2共识要怎么用，这个是侯友宜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当你自己认为说我这样避谈9·2共识，或者是我减少所谓传统国民党论述的时候，那可以拿到所谓中间的选票。那从事实证明，民调是最科学的嘛，不断在打脸这样的一个决策。所以因此，我认为侯友宜还是必须调整他的策略了。历经2个月的调整后，侯友宜上周请出马英九的核心幕僚金溥聪为选战操盘。接着，在7月1号黄复兴党部活动上，侯友宜又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同框，两人一碰面就热情握手，坐在一起交头接耳，互动热络，试图破除不合传言。侯友宜在致辞时说，上次战役让韩国瑜身心俱疲，一定要汲取教训，不断反思检讨，这被认为是在变相道歉。市长邵康兄帮我说了很多好话，在每场战役里面，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多、不够好，我们都要不断的去省思，才不会在上一次的战役里面让韩国瑜也身心俱疲，立即希望把它赢回来，但是我们没有做到，一定要汲取这样一个教训。
活动期间，镜头捕捉到侯友宜趁韩国瑜致辞时，悄悄移动韩国瑜的座位靠向自己，试图拉近两人距离，被外界调侃侯友宜。不过，台媒还注意到，韩国瑜慷慨激昂进行致辞，却未提侯友宜三字。他与黄复兴党部主委纪凌莲致辞时，都没有明确说出支持侯友宜的话。台湾联合新闻网提到，4年前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党籍县市长担任联合竞选总部主委，但侯友宜却以市政优先为由拒绝，两人自此结下心结。对此，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应说，他们彼此相谈甚欢。他表示，蓝军期待团结。韩国瑜是国民党非常忠贞的党员，一直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提名的侯友宜，他们也都保持密切联系。越多的球迷支持我们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好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侯友宜近期民调输给对手赖清德、柯文哲，掉到3人最后，外界认为其原因与蓝营内部整合有关。因此，国民党内有人盼侯友宜尽快与韩国瑜见面，并获得韩国瑜的支持。对此，台湾资深媒体人、战斗蓝发起人赵少康表示，两人同框意义非常重大。能够把蓝军整合起来啊，民调起码是25%了，往30%去发展，35%去发展。侯友宜跟韩国瑜同框意义非同小可。在今天同框以后，蓝军能够归队。不少岛内网民，尤其是韩国瑜的粉丝认为，侯韩会无法消除他们对侯友宜的嫌隙与不满。许多人都批评侯友宜诚意不足，自始至终没有明白道歉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总是好事。最新网络投票显示，48%的网友认为韩国瑜对侯友宜的民调会有帮助。我是认为啦，因为这种场合不多啊，能够这样子大家坐下来谈、吃饭、谈笑风生，然后展现所谓国民党内部这几个巨头的团结啊，本来就不多，所以侯友宜真的要好好掌握。不过整体来讲，有一点模糊焦点，要大加分不容易啦，能够小加分而不扣分啊，某种程度就算侯友宜赚到了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。刘先生您好。马英九在出席侯友宜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造势大会时表示，我们与大陆的关系是一个中国底下的2个地区，不是2个国家。您对此如何看？根据马英九昨天的言行，我可以做出这么3个基本的判断。第一个是，此前曾经5次辅佐马英九胜选的金溥聪，再度出山担任侯友宜竞选总部的操盘手，应该不是个人的独狼行动，而是跟马英九有默契的，是属于马金2人再度联手力挺侯友宜。第二，马英九与金溥聪再度联手挺身而出，不仅仅是为了挽救侯友宜的选情，也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再度陷入低谷的中国国民党，而是为了挽救自己开创的两岸路线，也就是马英九曾经力推的9·2共识。如章好几次走到了失控的边缘。马英九执政时期，两岸在民间人员和经贸上进入了大交流、大合作与大发展的状态，与人员交往上则陷入了不进则退的状态。马英九执政时期，不仅两岸官方的白手套、海协会与海基会密切互动，就连官方也多有往来，甚至还在新加坡破天荒地举行了历史性的两岸领导人会晤，甚至是两岸两会全面进入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。马英九执政时期，台湾丢失了一个所谓的友邦。这样一比较，所有人就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9·2共识是发展两岸关系与稳定台海局势的不二法门，是一条必由之路。而在我看来，给岛内选民听的，更是讲给在9·2共识问题上不置可否的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听的，是为了告诉侯友宜，我取得成功的密码就在这里，你跟着抄作业就可以了。因此，从这个层面上来看，表面上看来，2024年似乎是侯友宜与赖清德在选，但在本质上，实际上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岸路线在竞争，或者说是9·2共识与台独路线之争。我认为，只有认清了这一点，侯友宜才能够真正弄明白这场选举的大形势。面对马英九如此清晰明确的表态，接下来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又会如何做呢？我注意到，在马英九几乎是手把手教侯友宜怎么抄作业的情况下，侯友宜在昨天的造势大会上，仍然是在顾左右而言他，只是在大谈
要在所谓对等与尊严的情况下，促进两岸交流，捍卫台海的和平。在逼急了的时候，也只是表示会沿着马英九的既有经验往前走，就是绝口不提九二共识4个字。我不知道侯友宜在两岸路线上如此遮遮掩掩、躲躲闪闪，背后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？也不知道在民调已经掉到了第3，且只剩下20%左右的支持率的时候，侯友宜要拿什么来挽回深蓝势力的心？要知道，在此前一天晚上的晚宴上，韩国瑜之所以被外界认为刻意在跟侯友宜保持距离，那是因为侯友宜跟代表深蓝势力的韩国瑜之间的距离，不仅仅是身体与物理上的，更是两岸路线上的。同时，侯友宜还必须要知道，柯文哲之所以在民调上反超他，就是因为柯文哲用提议建造金厦大桥、重启两岸服贸协议谈判等等国民党的主张，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浅蓝支持者的心。而侯友宜的两岸路线仍然只是跟在柯文哲后面，重复所谓的两岸一家亲。好的，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